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冷门系列鬼手机。男人掏出手机，望着身材曼妙的老婆正在熟睡，脸上却不自觉地露出痛苦面具，心想着地主家也没有余粮。他摇了摇头，随后走出屋外，将自己吊起来，便欲在风中冷静一下。15年后，机缘巧合下，莉亚搬进了这栋凶宅，而这房子本就是自家远方表叔经营的客栈。Well, you'll be perfectly safe there. Win. 表叔叮嘱他，遇到问题随时给自己打电话。起初莉亚根本没放在心上，可很快他将为自己的大意付出惨痛代价。当当里个里个啷当里个咚里个咚，爸爸接电话啊！白天整理行李时，他手机突然响起诡异的铃声，只见墙上原本纹丝不动的壁画在相机里竟诡异的旋转起来。当当里个里个啷当里个咚。表叔突然意味深长地讲起一个故事。Everything okay? You sound like you've seen a ghost. Well, if you see Betty, tell her I said hi. Betty? The ghost! Legend has it she died mysteriously in the house, and now she floats around and spooks everyone. 这个故事显然只是表叔恶趣味的玩笑，不过好在另有蹊跷。晚上，莉亚独自一个人无聊地烤着壁火，此手机却再次响起那段诡异的旋律。忽然，她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干呕起来，喘不上气。而偌大的房内明明空无一人，可莉亚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。她和别人分享最近奇怪的遭遇，可闺蜜却觉得她大惊小怪，安慰别多想，因为时间是个很酷的小孩，总会带走一切。直到这天打扫房间时，莉亚在床底下发现一张老旧照片，上面的男女正是开头的那对夫妻。而自从那天起，莉亚总会半夜惊醒，一边尖叫，一边呼喊着一个陌生名字，很熟悉，但始终想不起来是谁。她百思不得其解。而这大半夜，屋外还有人放声歌唱，寻声觅曲，杂乱不堪的机房里根本没有半点人影。Leah? This. 从车底钻出来的老黑自言自语，根本不回答莉亚的问题。他想报警驱赶对方，可没想到老黑却说昨晚才和这个警察吃过饭。面对莉亚这个弱女子，他反倒说害怕的应该是自己。原来从小生活在镇上的老黑来这里只是例行维护客栈的发电机，他从未见过莉亚。 Because you have to know, she isn't real. She's just a girl. Oh, it was me. Duh, it was me, of course. But you thought it was someone else. 这天，莉亚发现松鼠雕像手上拿着一卷纸，上面是一串数字。她当时联想到楼上的保险柜，可打开一看，里面没有金银财宝，只有一张零零散散写满日期和关键词的废纸。莉亚没放在心上，可晚餐时间，她一边做饭一边哼歌，手机的语音助手却回答得异常生人。 I'm sorry, I didn't catch that. If you want to dispose of a body, here's the number for the local sanitation department. 时针中，他将水倒进油锅，而用物报警器瞬间鸣笛。慌乱中，他一边寻找报警器在哪，一边用抹布来回挥散附近的空气，确保他不会再叫。而此时，表叔再次关切地打来电话询问。期间，莉亚提起那张照片的事，可表叔没见到照片，也不清楚莉亚说的到底是谁。更何况，这间客栈曾人来人往，留下点东西早已习以为常。他让莉亚将照片寄给自己，可一日，他的手机又响起那段诡异的铃声。这一次，通过手机，莉亚发现有个女人死在了副驾驶。他想逃离，却差点被迎面而来的车当场撞飞。来者是老黑，他前言不对后语，讲一堆废话，但说一千道一万，是怕莉亚饿死在客栈，所以才会主动带她去镇上采购物资。天天独来独往的莉亚，一想着有人能陪着自己倒也不错，所以欣然答应。而表面看似粗犷的老黑，其实也有着细心的一面。他特意偷偷买了喷雾给莉亚防身，有老黑在，他确实心安不少。然而这天拿邮件时，手机响起那段催命的诡异铃声。通过相机，他发现对面的高墙则是一栋小屋，而老黑却死在下面的不远处。莉亚再次将此事分享给闺蜜，可她理解不了，认为她就是一个人待得太久，得了失心疯，匆匆挂断。莉亚质问手机 What do you want to show me? 她定睛一看，壁炉的灰烬里也藏着一个手机。莉亚刚想打开，此时表叔再次打来电话，说他认识照片中的那对情侣。当时大家都说男人杀了老婆，然后畏罪自杀，可以叔叔对布莱克的了解，他绝不是那样的人。而通过壁纸，莉亚发现灰烬里的那个手机正是布莱克夫妇的，可由于没有密码，根本打不开。而好巧不巧的是，屋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是老黑。但开门的瞬间，莉亚吓得瞬间又关上了门。Why do you have a gun? A gun? This is a brown vest, Win. It's a musket, an authentic musket, may I have you? 这不是枪，而是把火铳。老黑看他整天神经紧绷，想带他去发泄一下，用火铳将心中的恐惧一一击碎。他像画了蜘蛛，可老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莉亚心中真正的恐惧。
Fears don't go away on their own, Wayne. You have to go to war with them. 只见老黑在瓶身上画上一辆车，并一步一步教他如何开枪。莉亚学得很快，整个过程既惊讶又刺激。可很快，最后只剩那一辆画着车的瓶子。莉亚刚要开枪，那个男人却突然凭空拦住，手一抖，巨大的冲击力差点将莉亚掀翻，她吓坏了。晚上，莉亚看书想要缓解白天的糟糕情绪，可灯突然一暗，手机又自动打开。随着指引，原本空无一人的客厅里正坐着一个女人，她的手正在写字，看样子那张纸条正是保险柜里的那张。白天，闺蜜打来电话道歉，莉亚没接，因为她发现楼下的水龙头莫名其妙自己打开。她刚想关，老黑又不打招呼的从背后出现。莉亚很生气，警告对方，咱们也只是萍水相逢，希望老黑有点边界感。Even tripped a fuse at one point. Anyway, I thought we should go on a ride today. 由于上次的不顺利，老黑特意开来车带的兜风，不过他希望这次由莉亚驾驶，可他不敢。You got this. 在老黑的鼓励下，他鼓足勇气尝试启动。然而车刚动，副驾驶的老黑却突然变成之前在靶场出现的男人，两人差点撞上树。不过这一次，莉亚想起了一切，那个男人就是自己在梦里呼喊的里昂，他就是自己的丈夫。前不久，莉亚开车发生车祸，导致丈夫不幸身亡。她悲痛不已，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才会逃到表叔的客栈。原来这一切诡异的事，正如闺蜜所言，不过只是自己极度悲伤下的幻想。莉亚极度自责，将自己锁在家中不吃不喝。可有些事终究避不了。那个在灰烬里捡到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而视频中，布莱克正举着刀准备杀害他的老婆。他想将此事告诉老黑，可手机突然失灵，分不清这到底是幻觉还是现实。莉亚一度怀疑自己得了精神分裂，甚至觉得丈夫的死也是自己干的。她想砸掉手机，可根本砸不碎。丢入盒一日又会再次出现在自己手里，她只能坐在椅子上给老黑写信，让他别再靠近自己。却忽然意识到，之前在手机里自己就曾看到过这一幕。她收拾行李，准备逃离这个诡异的房间。然而此时客厅里的手机又响了。当当里个里个楞当里个咚里个咚，爸爸接电话啊！呲儿他他的令他令他令令他。忽明忽暗的灯光挑逗着他紧绷的神经，而这一次手机里没有别人，只有自己。Hello. 他说自己是因为莉亚的恐惧诞生的，可从始至终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个人。莉亚吓得转身离开，可此时老黑又来了。他警告对方离开，可这种事情终归说不清。直到两人同时出现在面前，老黑懵逼了。他决定提问相处的细节，可两人异口同声回答的一模一样。不管3、2、1，老黑先勒住其中一个，但 You're lying. You think I'm an idiot? Well, I think you're an idiot. 莉亚逃到库房躲起来寻找火冲防身，而另一个自己紧随其后。黑暗中，他步步逼近，而莉亚还没来得及装填火药，就差点被对方活活掐死。危急时刻，他抄起电话砸向对方，这才成功逃离。他开车准备离开，然而始终无法鼓足勇气，只能坐在车里绝望的放弃挣扎等死。 What a shame. We both know you'll never drive. Bad things happen when you do. Why you'd run to where you saw yourself dead is beyond me. 然而他根本不在车上，愤怒的邪恶分身追上马路不了，而开车的正是莉亚。勇敢最终成功驱散过去。伴随一声巨响，这里的磁场彻底恢复原样。原来自始至终，这里有着神秘领域。手机会看见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还有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久而久之，负面自身，恐惧将诞生另一个邪恶的自己。这就是原本性情温和的布莱克为何会杀死自己妻子的原因。只因他经历了比莉亚更恐怖的遭遇。影片至此拉下帷幕。作为一部不起眼的冷门美恐，它制作成本低廉，剧本逻辑不够闭环，但好在创意性。有些恐怖设定也确实超越俗套的商业片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建议一部原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罗斯，我们下期见。